又一年长的狐族前辈苦心劝道：“苏舍，你可知思雨琴曲是要与天道沟通的，连泽无君都未必能成功，你一个外姓门生才修了多久，如何可能？而蓝忘机有忘机先秦，本人又是九尾白狐，哪里是苏舍一六尾都不是的狐妖所能比拟的？”苏舍脸色越发难看，他铁青脸直接打出一道攻击，把那劝他的人全都打下半空，自己运足所有灵力开始奏乐。蓝忘机有何了不起？不就是生成了青衡神君的儿子吗？我看这思雨琴曲又不是什么难曲，凭什么蓝忘机能我不能？不好，这曲子弹错了。蓝曦臣脸色大变，不但不会沟通天道，连曲子都弹错。叔父，我们赶快去驱散百姓。轰隆，这空中不但无一丝降雨之兆，反而一道晴天霹雳划破了天际，狠狠劈在了苏舍的身上。啊！苏舍在无边的恐惧之中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，手里的琴被劈成两半，直直从空中坠落了下去。可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有心思去救他了，因为这道天雷后面跟着的绝对是数不清的雷罚。蓝曦臣与蓝启仁已经施法传送走了碧灵湖周围所有的人家。好，忽闻一声极为嘹亮的龙吟，伴随着悦耳的琴音传入了所有人的耳畔。蓝曦臣停下脚步，拉住了蓝启仁：“叔父，是忘机与无限来了。”苏舍全身都被劈成了焦黑色，头发也被劈炸了。他本来已经慌乱的在心底诅咒着那些没来救他的人，静静的等死，却没料到突然被一只龙爪抓住。他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就被龙爪甩飞了，随即狠狠摔进了一处猪圈里，惊起了几只肥猪的踩踏后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好了，蓝湛，你别弹了。小黑龙一个神龙摆尾，他是专治私语，自然比蓝忘机这样以琴通天求雨来得轻松得多。他在空中转了2圈后，原本蓝忘机只照来2朵云雨，现在整个采邑镇上空都已经阴沉沉的，空气中满是潮湿的气息，引得无数渴望着雨水的百姓出门来看。是水行渊。魏婴，飞高一些不语。蓝忘机发现了碧灵湖中央不寻常的波动，拍拍身边的龙角，自己跳到了小黑龙的龙尾处。魏无羡生怕蓝忘机在自己尾巴上站不住，整条龙尾都僵在那不敢动了。蓝忘机见他这么紧张，身后冒出2条尾巴，紧紧缠绕住了漂亮的龙尾。魏婴，无妨。嘿嘿，我知道蓝二哥哥最厉害，就是下意识怕你站不住掉下去嘛。随着一道闪电落下，小黑龙趁机转过脑袋，蹭了蹭自己尾巴上站着的白衣仙君，还在他脸颊上偷偷亲了一下。蓝忘机摸摸他为了亲他特意缩小了几分的小龙脑袋，耳根烧红的低声道：“别胡闹，专心思雨，我来抵挡水行渊。”细细密密的雨丝终于从空中落下，采邑镇的百姓都在雨中欢呼起来，而碧灵湖中的水行渊也被破障音死死压制住，无法作乱。只是刚刚传送走在远处的蓝启仁和蓝曦臣。曦臣，刚刚魏无羡对忘机做了什么？他们大庭广众成何体统？蓝启仁震惊的一把扶住了旁边的大侄儿。蓝曦臣也微微吃惊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这也没什么嘛，叔父，你看忘机不是没有拒绝吗？说明他们俩一定是患难与共后两情相悦嘛。您别生气，等无限私语完毕，我们与忘机一道除了水行渊，再询问他们就是了。蓝启仁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，什么两情相悦？曦臣你早就知道。说漏嘴的蓝曦臣，叔父，蓝湛。大雨整整下了1个多时辰，魏无羡见已经达到诏令上的点数，终于收了不语之术，呼叫他的狐狸哥哥。蓝忘机正与蓝曦臣一道尝试封印水行渊，蓝启仁在一旁助阵，听得空中传来的龙吟，蓝忘机不由看了一眼他的兄长与叔父。蓝曦臣倒是没什么，拍拍弟弟的肩膀道：“无羡之前的伤好了吗？我当时把脉发现他魂魄有伤，那得养很久才能完全痊愈，这次又为采邑镇不语耗费灵力，你先去接他。”蓝忘机心里自然也担忧，朝蓝启仁行礼后，便赶忙腾空御剑，一把抱住了变成人形落下来的魏无羡。乌云缓缓散去，一道金色的青光洒在半空拥着的2人身上，一个风神俊朗，另一个清冷如雪，好像一幅绝美的画卷，连风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打扰，只有树上的水滴悄悄地落下，在碧灵湖中荡出片片涟漪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怀里蹭了蹭：“蓝二哥哥，
我好困。刚刚我亲你的时候，好像被你叔父看到了，他好像很生气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无妨。你先睡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蓝忘机摸摸他的小龙角，他不知为何从初见时就很喜爱触碰这双脚间泛着红色的龙角，而魏无羡也从未说过什么。魏无羡安心的在他怀里睡着了。蓝忘机看他这样很是心疼，他知道其实未成年的幼龙根本无法独自出来捕鱼，更别提是这样大的鱼了。魏无羡身为夷陵黑龙一族天资最高，又是唯一的嫡系传人，诏令才会破格发给他，这是天界的信任，也是一种压力。忘机，你先带无羡回云深不知处，这里我与叔父处理即可。你也好好休息。蓝曦臣给了蓝忘机一瓶灵药，抢在蓝启仁之前开口道：“是，兄长。”蓝忘机抱着已经攥着自己墨额袋子咂巴着嘴的小黑龙化为流光而去。蓝启仁意味深长地看着蓝曦臣，曦臣。蓝曦臣微笑道：“叔父，他们很是相配。我知道您对无羡、魏公子不太满意，可我看魏公子虽然行事跳脱，但是他为我云深不知处挡了大灾，这次又及时不语，助我们驱除水行渊，而且能看得出来他对忘机一心一意，忘机亦是如此，何不成全他们？”蓝启仁抚了抚胡须道：“可魏无羡如今才300岁，龙族一向花心，如何能保证他能一辈子对忘机如此？那兰陵的麒麟一族祖先亦是龙族，那金光善可不就是最好的例子？”蓝曦臣道：“这又有什么？并非所有龙族都是如此。魏公子的父母长泽前辈夫妻不就很好？云梦如今的族长也是相敬如宾，您怎么拿兰陵的那位麒麟族长来举例呢？难道叔父还是对昔年你与藏色前辈的那些小小摩擦而心生芥蒂？”蓝启仁板着脸道：“胡说，都过去几千年了，怎会如此？”蓝曦臣扶住自家叔父笑了：“既然没有，那魏公子与忘机之事？”蓝启仁冷哼一声：“待我再考察一番，他们才认识多久，这般就定下也太过草率。”蓝曦臣自然附和：“是，叔父英明。”魏无羡睡了一天，睁开眼的时候又是熟悉的地方，呼吸间都是好闻的檀香味，正是蓝忘机的静室。哎呀，我睡在这张床上，那蓝湛睡哪儿？一定是睡在我旁边。魏无羡兴奋地抱着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可惜我累得昏迷了，要不然还能在他怀里开开又什么的，真可惜。何事可惜？蓝忘机推开门就听见魏无羡醒了，赶紧来到窗前摸摸小龙的额头，可有不是？魏无羡摇摇脑袋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虽然他一直在昏迷，可再看见蓝忘机，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蓝忘机见魏无羡没说话，样子似乎还有点懵，担忧的想要给他把脉，却突然被对方一拉手臂，蓝忘机毫无防备，一下就倒在魏无羡的身上，嘴唇也被牢牢堵住。这里是一段不能过审的描写，想要知道的请去该去的地方。蓝忘机一把抓住了床柱，想要起身，就听见咔嚓一声，然后砰，床柱断了。